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可能是气候太干燥了，最近总是便秘。老公为90岁的老人要了一个配方，1个苹果，1根胡萝卜就解决问题了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俗话说得好，1天1个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由此看来，苹果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非常有益。现在我们先来把苹果清洗一下，用清水把果皮浸湿，然后用食盐把果皮搓洗一下。一般好看的苹果，果皮上商家都会打蜡，这样一来就会更好看，就可以更好的销售，而且可以售卖更高的价格。就算是没有打蜡的，那么果皮上一定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些农药残留，所以我们每次在使用前不削皮的话，就一定要把它仔细的清洗干净。我们像这样加入食盐之后不断的搓洗，就可以把表皮的果蜡或者是农药残留给清洗掉了。搓洗好之后，再加入清水将它漂洗干净。接着把苹果对半切开，切成4份。这里大家把苹果核去掉，苹果核不可以煲汤，也不可以吃，因为苹果核含有少量的有害物质氢氨酸。氢氨酸大量的沉积在身体，就会导致头晕、头痛、呼吸频率加快等症状，严重时可能会出现昏迷。然后再把苹果切成小块。苹果对便秘者有很大的帮助。苹果泛膳食纤维、果胶、乳酸。膳食纤维本身不被吸收，维生素具有亲水性，能吸收肠腔水分，增加便秘容量，刺激结肠蠕动，增强排便能力。苹果是一种泛膳食纤维的水果，所以苹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治疗便秘的。苹果切好之后，将它放入清水中，防止苹果氧化变黑。接着再准备1根胡萝卜，将胡萝卜清洗干净。这里胡萝卜我们就不用去皮了，所以要将它清洗干净。胡萝卜皮的口感比较偏硬，煮出来口感会比较硬。如果在意的朋友，也可以把外皮去掉。用食盐搓洗过后，再倒入清水将它清洗干净，把表面残留的食盐都给冲洗掉。然后将它切掉头尾，再切成小块。胡萝卜有促进消化的作用，同时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。把胡萝卜和膳食纤维的果蔬搭配在一起，通便效果也会更加的好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1块生姜，切成细丝。生姜是厨房中再不动不过的调味料，不过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其中含有其他食材没有的姜辣素，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。切好之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。再准备1把山楂片，加入清水把山楂片清洗干净，洗掉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搭配这几片山楂片，开胃解腻，口感很不错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。现在把准备好的食材加入锅中，然后再往里边加入清水，
避免水不够，我们一次性多加一点，中途不要再加水了，避免破坏汤中的营养。然后用勺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盖上盖子，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之后，再转成中小火，继续熬煮20分钟，把锅中食材的营养慢慢熬煮出来。把苹果煮软也会更好吃，而且苹果里边的营养更容易消化和吸收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，这个时候苹果和萝卜的清香味充满了整个厨房，真的是太香太好闻了。这时准备一个碗，往里边加入1勺白醋，比较能吃酸的可以多加一点，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蜂蜜，两者润肠通便的效果都很好。然后把汤盛入碗中，搅拌搅拌就可以食用了。简单的胡萝卜苹果汤就做好了，汤汁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没有胃口的时候喝一碗这个汤，非常的舒服。苹果经过炖煮之后，口感比较软糯，多了一丝韧性，很有嚼头。胡萝卜吃起来有淡淡的清甜，种质非常不错。加入白醋，是因为白醋里边有丰富的消化酶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而白醋具有一定的减肥功效，能够加快身体对糖类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，防止糖类转化为脂肪，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，值得大家去尝试。每周坚持喝几次，体重还能蹭蹭的往下掉，身体也会变得轻松起来。只要一直能够坚持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这款汤是非常不错的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